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钱子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现在川普针对美国的常春藤名校下杀这个杀手锏。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他要求哈佛补交文件，否则你不准招收国际学生，而且这是72小时之内的通牒啊！你3天之内不给我交出来，你就惨了。那理由是什么呢？川普政府说，因为你哈佛大学是煽动暴力、反犹太主义，并且跟中国共产党合作。有人说这是无的放矢。因为在校园里头，当时因为加萨走廊的事情，的确有学生出来游行，那这就是反犹太主义吗？可是川普很认真，你看到国土安全部已经下达了这个限制令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他说，如果你72小时之内没有提文件，你以后下学期前才有可能，如果没有提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拿到交换学生的这样子的一个认证，那你就不能招收国际学生那我们知道现在哈佛大学国际学生非常多，超过1/4，数字大概是6800名，当然也包括台湾、包括中国大陆、包括各国全球国家的学生。那这些国际学生因为都是要缴全额学费的，除非你拿得到奖学金因为他学费很贵那对学校的财政贡献很大。那现在他们要全部转学，还是怎么样？还是让他们回国？所以变成一个烫手山芋啊。可是哈佛的确啦，他很 tough， 他拒绝服从。如果你川普施压我就服从，那我算什么？那你现在看到他面对多少压力？包括6个机关，8项调查，哪些部门呢？司法部、教育部、卫生部、退伍军人事务部等等。学校的研究伙伴被取消或者是遭冻结的联邦经费累积将近40亿。那我们知道呢，哈佛出了非常多的名人，像是习近平对岸中国大陆国家领导人的女儿，据说也从哈佛毕业的。那他是常春藤的名校嘛那常春藤名校通常会接受很多杰出校友的一个donate捐赠，所以光是这个学校哈佛它的捐赠的基金就有530亿美元，这么多富可敌国呀相当于南非或是荷兰的中央银行的存底，真的蛮可怕的。所以是不是这样引来 Mega 的仇恨呢？不知道可能嫉妒他又是精英这样子。那另外呢，哈佛有发声明他说停收国际生的决定是违法的。可是国土安全部长说我打算像其他的大学一样，我要做一样的制裁。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他说我们都要这样做啊，你是第一个啊，我们要起一个警示作用，反正你是这个领头的一个这个学校嘛。那现在各国都在讨论这件事，川普跟美国大学现在僵持在那里，到底谁会胜出？那美国人也做了民调我们看到超过1半的美国人不赞同川普在高等教育议题上的做法，有56%的人不赞同。那我们看到呢，川普真的是他再一次羞辱了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把人家请到白宫做客，这是南非的总统拉马福沙请来白宫，可是你在羞辱他耶，突然突袭人家，手上拿着一叠厚厚的新闻报道，有图片有文章，然后说你看看你们南非干了什么事，把白人杀害这些是被埋葬的白人农民可是路透社立刻就发布了事实查核，他说这些照片是我路透社拍的呀，我有版权啊，这是2月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拍摄的照片截图，你乱搞乱兜，说什么是南非所以这个川普某种程度已经被打脸了啦，可是川普才不管嘞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包括政治核实媒体 PolitiFact
调查显示说，川普的说法根本没有证据哦。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一些媒体的核实报道啊、查核报道都说，南非的确有白人农民遭到谋杀，可是这些案件非常的小，仅占南非每年27000多宗谋杀案的不到1%。意思是说，可能啊农场会被攻击，那有人是要取材嘛，有人是要去杀人取材。并不是针对白人哦，是要劫财，主要的目的是这样哦，所以川普这样做，很多小国看了真的觉得很刺心哦，包括这个叫做白宫审讯秀，你把人家叫到白宫，就跟乌克兰的那个泽伦斯基一样，然后狠狠的羞辱人家，突袭人家，所以 CNN 就说，川普变脱口秀主持人，你可能让全球的南方国家转靠中国，因为你看南非受到这样的对待，乌克兰受到这样的对待，如果你是南方国家，你会怎样？你不信任他，你有可能会靠向中国大陆。那我们再看到，包括这个习近平最近跟马克宏通了电话，说希望跟欧盟携手应对全球的挑战。这是在22号下午发生的哦。这是习近平应约马克宏通电话，说法方高度重视对中关系，愿与中方加强经贸投资以及各领域的务实工作。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大陆跟荷兰的外长也同意半导体的合作要保持密切的沟通。这是王毅这个是荷兰的外交部部长费尔德坎普他们有6点共识。来，我们先请教赖老师。美国每一年有多少黑人被杀？那占他们的刑事案件到底占多少？我相信黑人被杀比白人被杀数量还要多，刑事案件还多。那在美国黑人被杀可以，但是在南非1%的刑事案件中就是那么一个白人被杀，就不可以，就说是种族灭绝。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做法在国际间站不住脚，他也得不到国际间的声援，国际间也不会站在川普的这个立场的地位。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强调，南非发生了100个刑事案件中，有1个案件他是白人，那就是你白人，你就是对白人的种族清洗。可是如果在非洲，每一年有多少黑人被杀，可能超过50%以上，但是那不叫做种族清洗。所以我觉得川普的这个操作，这个仇恨南非的种族主义或是什么，站不住脚啊。那更何况你把人家请来白宫，请到白宫来去羞辱人，那以后谁还要到你的家里面去做客啊？我觉得川普的这个做法已经先对泽连斯基这样做了，那对泽连斯基这样做已经引起世界的公愤，结果你现在又对于南非的总统做这件事，我相信那么白宫的那一个所谓的这个在火炉前的那一个座位，很多人就没有兴趣了。我觉得川普把自己搞砸了。另外，我个人是认为对哈佛大学的这个做法，因为这个国土安全部部长被记者问到说，是不是只针对哈佛大学？他说没有，对美国的各大学都要比照办理。那我跟各位观众朋友简单的讲一下，美国国土安全部奉川普之令做什么事？他要哈佛大学72小时内交出过去5年以来在哈佛大学校园内跟校园外，特别是主要是在校园内，有因为以色列对于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这个大屠杀案，也就是说以色列去杀害这个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杀了2万人、3万人、4万人，这样子一种大清洗、大屠杀，杀了这么多的老弱妇孺，引起全世界各大学的公愤。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刚好去欧洲，那也到我的母校巴黎大学去。我刚去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的大学生，法国的各大学生、老师们、学生们、研究生们都站到街头，在校园内举行抗议。他们抗议以色列人的大屠杀，他们抗议以色列人对于巴勒斯坦人的杀害，尤其是老弱妇孺的杀害，大家都看不下去了。欧洲人看不下去，美国人的大学生也看不下去，里面包括
哈佛大学的老师，也包括哈佛大学的学生。那在这些学生有申请集会、游行、抗议，学校也有录影查证。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要哈佛大学把这个录影的这个文件、视频要交出来，而且要把外籍学生的背景资料要交出来，他们要进行 AI 的脸孔识别去辨认说有哪一些人去示威、抗议、游行，他们把它栽赃抹黑，去表达抗议事件的都是反犹太主义、反种族主义。你看一个国家的政府，他可以这样子抹黑到这个地步，明明白白的是抗以色列对平民百姓的杀戮，他把它解读成为是反犹太主义。不要忘了，在当时美国有多少犹太人的团体站出来反对以色列的杀戮，那难道那些犹太人也是反犹太主义吗？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可以坏到这个地步。是，这的确让人家觉得非常震惊哦。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出来自由表达意见，应该是美国最重要的价值之一，而且是在大学里头，你居然现在要秋后算账，东哥。你讲的价值是过去的价值那这几年都变了。从川普第一任当总统，整个美国社会就完全变了，是我们所陌生的美国，不是过去自由民主开放的美国你知道哈佛大学这个校长叫贾博他很带种，他是犹太的医生他是犹太人那川普现在假装要替犹太人要争取一些权益，其实贾博根本不放在眼里。怎么讲呢？我举个例子贾博今年5月就前阵子他在一个演讲，这演讲时有个女生很生气走上台去用个金粉撒在他身上，那贾博淡然处之这个女生的诉求是什么？希望哈佛大学医学院把那些活子放掉，有一些实验的动物嘛其实各国都有那贾博就淡然处之他笑一笑，他说他不会做任何动作，他说哈佛大学我要一直维持是一个言论自由蓬勃的一个校园。那川普这样对他他做了什么？他把自己的薪水删掉1/425%我们你看，如果你对照台湾台湾行政院的预算被合理的删了以后，拿那个公务预算来修理所有的地方政府。对，你有看到我们这些官员哪一个人说我被删了，我把我自己薪水做怎么样？没有，他们自己的好处咬住都不放，然后他们用这个去为大罢免天才他去骗老百姓说，你们的钱领不到，都是蓝白把预算给砍了。各位，这个就是政治操作，这个非常卑劣跟下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讲你看到美国这个传统，其实很多人很在乎的因为美国当初是在对英国的一个反抗，然后才成立的，所以他这个国家过去最主要就是包容，包容就很多人，欧洲很多先进的科学家，他们通通跑到美国来，认为这里是一个最好发展的地方。但从川普第一任以后，这个就完全改变了。那改变以后，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整个美国的社会会变成这样。因为他有一个焦虑，就是认为中国大陆要追上来了，所以我们要用各种不择的手段。所以这个不择手段，在川普第一任还有拜登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东西很成功。譬如说，你看到荷兰现在跟王毅谈成这样，荷兰那时候是美国要求他光刻机不准卖给中国大陆，不能让中国大陆进步。他那时候是妥协艾斯摩尔那时候是妥协，我们节目也讨论过对不对？可是他现在觉得不行。我们听川普的话，最后是没有好处的。美国每天对我们颐指气使，我们听他的，最后是很倒霉的。过去加拿大听美国的，把孟晚舟把他抓起来，结果美国怎么对付加拿大？一样嘛，他敌友不分，所有人他都乱砍嘛。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情况，就会发现说，川普上任以后，反而是中国大陆一个壮大的机会，因为他慢慢的取代了很多人对过去美国的信任，所以那是一个转变那这个转变在整个大时代来讲，大家会觉得说，惶惶不安，美国是一个让人家不安定的一股力量。那这个对美国人来讲，绝对不会有好处的。
舰长。曾经美国是全世界大家共同的 American Dream 的一个来源，而且他们强调的也就是民族大熔炉，可以容忍以及承认那个族群之间的一个文化多元性啊。可是从川普这一连串的动作就代表着美国已经走入另外一个时代了。那其实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外籍学生，其实带给美国非常多的我们除了讲文化多元性之外，另外有关于尖端科技的部分，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由这些外籍学生所构成。而且川普的这一招透过国土安全部来的这一招其实蛮阴险的。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5月下旬的时间，正好是美国各大学准备要放寒假的时间，意思就是告诉你这些学生，你如果继续念哈佛，你不要求你的哈佛大学把这些资料交出来的话，你这些外籍学生你就不要回家，而且你下学期可能也没有办法注册。那所以在这些众多压力下，其实他就是要逼迫着这个哈佛大学不得不接受这些国土安全部的这些要求啊。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白宫，刚刚主持人讲说这个是叫做白宫审讯秀，其实它最标准的也就是用现场来扭转你的立场，也就是所有的媒体都在现场，而且这些媒体不是我们想象的以往的这些媒体，它有一部分是所谓的YouTuber， 也就是这些 YouTuber 他才管你什么新闻伦理，他真正在意的也就是他的流量密码，所以他问的问题可能尖酸刻薄，然后你的这些各国元首你必须要这样子面对。所以椭圆形办公室现在已经有这么多人在里面遇到了川普的这一些不友善的对待啊。可是也不只是小国如此，或者是中等国家如此，大国也是一样啊。还记得吗？英国首相施凯尔在里面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啊。他为这个乌克兰辩护，然后川普总统说：“那你们去保护他，你们就为他打仗啊。”然后法国的总统马克宏在里面只分到一个小小的桌角来记录啊。这一些大家都历历在目。所以在川普的这一段 2.0 的时候，大家都会为这段历史留下各种的印记，美国不再是美国。的确是现在美国包括川普的关税政策让自己人都生气，都不买单。这是来自于美国12个州他们集体诉讼川普，要求暂停川普关税的措施。他们认为这样子其实对美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那我们看到川普，当然他有请这个辩论的律师，这是来自于川普政府的辩论律师，他就说我们是依照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是一个紧急法案这个法律赋予了总统透过谈判达成贸易协定的权利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关税政策是为总统提供所需要的谈判筹码。如果法院你判我们输，把这些相关的关税都撤掉，你会削弱总统在中美贸易谈判以及解决芬太尼危机中的谈判地位。某种程度就是威胁嘛，用爱国主义某种程度来威胁。可是真的这个他们的态度会一直到底吗？包括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其实他现在某种程度也同意已经对美国造成冲击了。我们来看看。The Chinese tariffs were brutal, and they changed a lot of things, but they are over. They are over, and you will see all those prices go away. You will see them all go away. The Chinese prices were tough, and that's all going to go away, right? And remember, he put 25% tariffs on China last time, right? And there was no inflation from it. In fact, in 2019, he had the lowest inflation rat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ver had. Chinese tariffs caused pain last month, I agree, and I feel horrible about it, and the president felt horrible about it, but we had to fight the fight. 好，你看到卢特尼克讲的话非常的硬，好像非常的 tough， 可是他就问底下的观众说：“你们有觉得现在呢有涨价吗？有通膨吗？你有感受到关税带来的影响吗？”在场的这些群众很大声的回答说 ：“Yes。”
结果那个气氛就非常的尴尬。那我们来看到，包括这个美国的状况是这样，那中国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美国的副总统范斯之前不是有骂有讥讽中国乡巴佬吗？这几句话中国大陆很多人很生气呀。所以你看，合肥有一家野生动物园，有一只名为大壮的黑帽玄猴它长这样。那因为很不幸他在5月21号因为有疾病就去世了。然后很多网友就说他是神似这个范斯，他说有通知范斯吗？就是民间上当然有各种的不同的情绪需要有一些出口。那另外企业可能真正要找商机跟他们的生机了，包括 Walmart。你看这家企业其实已经被川普不止一次的点名说，你要自己吸收关税啊，你不可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啊。那 Walmart 他一方面说我们的利润真的很微薄啦，很难承担这个成本压力啦。另外一方面呢，他在中国大陆有布局，他现在布局在天津，华北最大的门市开工了，预计明年就要开幕了。所以你看呢，企业自己都在找出口，都在找出路。那你看到呢，包括美国现在的价格，尤其是运动用品的价格都在涨Nike 宣布下周开始调涨，150元以上每一双的鞋子价格要调涨10块钱。那外界预计像是艾迪达、Puma 也可能会进行涨价。所以你说怎么可能大家没感受啊？卢特尼克那样子的问题真的是给供大家都有感受。而有一些这个农业这个当然受到很大的影响。过去我们讲大豆还有一些猪肉，那现在有一个行业也被影响了，像是默默出口赚钱赚外汇的美国畜牧育种产业。现在也变成受害者，因为他们过去就是呢，把这些什么种猪啊这些相关的东西出口出去就是配种，那这个价值是数百万美元他们自己悄悄的赚钱，可是现在也不行了这个订单也都没有了，所以他们也很伤脑筋。可是呢，这个影响最基础的层面是在家家户户的。我们就来看美国有一家媒体就邀请经济学者走进他家的厨房。实际看看到底有哪一些不是 Made in China， 我们来看看。Where was that scooper made? Hold on, I'll find out. Scooper,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Yep, made in China. I don't want you to burn yourself looking, but it's very likely that was also manufactured in China. Let me check it. Yep, made in China. Now these mugs, where are they made? Yep, made in China. 所以你要怎么样脱离？你看来宾都笑，你要怎么脱离这个中国制的这些产品呢？那你要对它加高关税，那一定就是消费者首当其冲嘛。我们再来看看澳洲的央行副行长他在《华尔街日报》这个根据这个受访的这个报道内容，他是这样讲的。他蛮惊讶的，中国大陆充满自信能够挡住美国的关税战，而且中国大陆不想要人民币贬值。他说他很震惊澳洲大多数的公司都跟中国合作的前景非常乐观。那而撑过这种乐观的是2025年今年年初中国市场情绪的转暖就是都转热了，而且对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手段维持经济活力的信心所以有很多的细节大家都可以留意，像是我们看到北京智库这一位学者他是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院长黄汉全，他就说有一些关键领域的脱钩风险还在没有那么乐观他也在这个做一些警告，像是半导体AI 这些高科技的领域，还有钢铁、铝这些基础工业类品，还有药品等民生产品都会被纳入脱钩的范围，也就是美国要把这些都脱钩不让中国大陆这个拿到各种的这个制造的一些机密。我记得刚开始川普要开始打贸易战的时候那很多的经济学家都估计说，中国大陆采取的应对的方式是让人民币贬值。那我记得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的判断是说不会，因为人民币的贬值对于货币的稳定没有好处。第二个呢，就是中国大陆早就准备好了要应战，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让人民币贬值，因为你如果让人民币贬值，对你的出口好像有利，可是对你的进口并不利。更何况你的出口并不是只有到美国而且何况美国只占你的 GDP 3%而已。
然后你的整个国际的贸易现在已经跌到17%了，所以美国已经不是你最大的贸易中，怎么可能你会用人民币的贬值的方法？可是当时哇，在台湾呢也好，在国际上都说，哎呀，人民币一定会贬，结果呢没有啊，人民币对于美元还是维持在那个1美元对7.2上下左右波动。那也就是说，你美国你怎么走，它就是怎么走。那也就是说，它并没有采用大量对美元贬值的方法。这代表什么？代表很多的经济的学家的判断，或是很多股市的这些名嘴的判断，其实都发生错误。那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看空人民币的，事实上它并没有得到好处嘛。也就是说，它的投资等于是血本无归。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合理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经济你要考虑到政治在里面因为你不能够纯粹只从以为从货币贬值的角度来看。不过我个人是觉得说，看美国的贸易战跟这个物价有没有波动，我觉得卢克尼克他是公然睁着眼说谎，所以美国的听众当场就给他打脸了说物价明明上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就开始打贸易战了，所以他讲说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关税很凶，达到25%，可是他自己本身，我为什么会说他睁眼说谎呢？美国对中国的关税37%，而且不要忘了过去我想观众朋友，您有做这个投资的或者有外汇的，您应该很清楚知道，美元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它的利率是很低的大概1%、2%左右。可是后来因为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然后经济衰败越来越严重，联准会看到热钱太多了，整个通货膨胀一直在调高利息，利率在台湾最高调到3.85%年利率。那也就是说，联准会的银行已经到了5%这么高的一个利率了。这代表什么？通货膨胀事实上从川普一直到拜登这5年内已经发生了。那现在联准会为什么在降息降不下来？川普每天在那边骂联准会的鲍威尔，那就是代表他们的评估认为美国的通货膨胀还是很严重，物价还是上涨得很高，一直没有降下来的一个趋势。可是这一位商务部部长可以当着美国人的观众，当着美国人的面公然说谎，睁着眼睛说谎。坦白说，美国的观众当场给他打脸是刚刚好而已。如果按照苏贞昌的名言来讲，刚刚好而已。也就是说，你这个部长，你当着我们的面说谎，我们就告诉你，你说谎。我们的物价明明涨得很高，那为什么美国现在的经济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我觉得川普的经济学家真的是，我觉得尤其是米伦还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现在正在遭殃。如果他真的是培养出这样的一个学生的话，那我倒觉得这个学校也应该要考虑一下。为什么？因为他是最主张打贸易战、打关税的，而巴菲特是最反对把关税当成武器来打。但是美国的农业只占它的 GDP 总产值1%，制造业只占不到20%，才10几而已。服务业占80%。你想想看，美国自己的制造业没有办法满足美国的消费者的需要，你打贸易战，你对全面都打关税，所有的商品进入你美国的制造业没办法满足了以后，物价是不是上涨？没错，这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都懂，他们怎么不懂嘞？来请教董哥。其实大家看美国这段时间他所作所为，为什么不得人心到这种地步？过去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把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号称5眼联盟，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英国，还有他自己，大家可以看到这大不列颠的联盟啊。那你现在在看，被他报复第一个被他打了就是加拿大，对不对？大家看的就是那样，他跟加拿大、墨西哥还在他第一任期时还签了自由贸易协定，结果他自己违反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没错，就是够言而无信，你已经不晓得怎么去跟他做一个交流或沟通或对谈，因为你签了字，他现在说好，过一阵子他自己不认账，这个就完全没有那种可以信任感了。那你像澳洲那时候陪美国打中国大陆最厉害是莫里森前总理，对不对？结果弄到自己那些矿产啦、木材啦、水产啦，什么都进不了中国大陆。大家看，那后来呢？我们看艾班尼克他现在改变了，现在很多东西对澳洲的农民或者产业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嘛。
你无缘无故一定要用政治的东西去对抗，做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它是一个民族主义比较强的，因为他们过去被列强欺负嘛，所以这个是普遍在中国大陆的人心里面。那你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付我，我们是没办法接受，何况他的领导人，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容易揣摩到的一个心态。但我觉得川普认为说别人都在占美国便宜，用了这个方式他等于说让全世界联合来对付他。那这个跟晚清时代慈禧太后有何不一样？一个老太太宣布跟世界宣战，这个最后就是八国联军嘛。那当然美国认为说我很强，我可以怎么样？但是你对人家的那种信任感没有以后就很难看了。大家看川普说我上任俄乌战争就结束，然后到前几天他跟普丁要通话的时候，通话之前他的副总统怎么讲？对外讲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啊，他现在要把它丢掉，然后叫新的教宗说你来协调吧，我们美国不要介入了。那你讲一堆大话，弄到最后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所以你今天看到了，我们看到一个帝国它的等于说它的没落其实完全由老百姓自己投票选出来一个这样的人。对，那这个情况跟台湾是有点像有点自作自受的感觉。对，来，舰长。G7 的财长以及中央银行的这个会议才刚刚结束。这个会议中暴露一件事情，也就是美国想要透过这个联合威慑的方式来对中国大陆联合的征税。可是问题来了，你当初搞这个对等关税，你只有对付中国大陆吗？不，全世界大家通通都遭殃。所以大家都非常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现在谁要跟你美国站在一起呢？你都说要跟中国大陆课税，问题来了，也就是中国大陆根本就是世界的工厂，也是世界的市场，没有一个国家想要开罪于中国大陆。我们想一想，那个当初这个澳大利亚的莫里森，他是如何应对中国大陆的？所以那个矿砂也卖不过去，红酒也卖不过去。龙虾也卖不过去，然后澳大利亚的名声就非常烂了。结果现在换了艾班尼斯，他是不是又连任了呢？为什么？真正最重要的是民生，是经济啊！结果你们都在搞政治，一点用都没有。至于说有关于沃尔玛的部分川普说要沃尔玛把他的这个有关于关税附加费的部分吞下去，因为他说沃尔玛的最近几年的这一个获利率其实是比较好的，这个是沃尔玛的自己的努力沃尔玛的已经不是我们以前想象那种廉价品的沃尔玛，沃尔玛现在呢，它还有做差异化，也就是说呢，它对于这一些收入比较高的，它有进行这一些生鲜蔬果的冷链，然后直接送到你家。所以他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结果你要叫他跟 Amazon 一样把这个关税吞下去，而且还不可以显示在账单上面。但是他认为这样美国的这些老百姓就无感吗？怎么可能美国老百姓有一大部分通通都是跟电商购买，现在电商是什么状态？电商就是会把这个关税附加费直接的列在上面，让大家清楚的知道，川普加税对于个人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要忘了现在如果沃尔玛遇到这个情形，沃尔玛今天的新闻，他要裁员1500人，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有想到痛苦指数是什么？除了通货膨胀率之外，另外一个也就是失业率。当所有的企业都因为获利锐减的时候，他要开始裁员，也就是失业率会慢慢的提升，然后大家的痛苦指数全面的提高，你川普的期中选举就很悲凉了。我们把镜头转到印巴大家知道印巴战争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全世界也都知道巴基斯坦赢了这一回合，可是印度偏偏不这么想。除了大内宣之外，他现在要进行大外宣。你看到他来真的
印度派出7支辛多尔行动全球宣讲团，他把来自不同党派超过50名成员组在一起有这些国会议员，还有前部长，把他们派去全球32个国家，还有欧盟总部进行宣讲。意思说我们要告诉大家巴基斯坦的叙事巴基斯坦的叙述是错的。我避免你联合国安理会被误导，所以要去扭转大家的认知所以我说这是大外宣团队。那我们看到这个莫迪显然他非常在意这件事情他说我现在血液里流的不是血，是辛多尔，就是这个印巴冲突的那个战争的代号是由印度来这个发起的。我要向巴基斯坦发出强烈的讯息，巴基斯坦永远无法在与印度的直接战争中获胜，输了不承认还要扭转别人的印象真的是服了他。那莫迪又说我这个水就不给你了你巴基斯坦不会从印度控制的这个河流获得水资源。可是现在巴基斯坦很糟糕，因为它有80%的农地因为你水关起来了，上游的水关起来，它没办法灌溉啊，所以现在北京传出要出手相救因为巴铁就是他们跟巴基斯坦是铁哥们，印度呢要关巴基斯坦的水源那中国大陆就加速水库的工程救援，说是要协助加速建设莫赫曼德水电站把水赶快抽起来，然后给这个巴基斯坦来用。那我们来看看呢，包括2个国家是不是有可能在一些长久的冲突中可以谈出一个结果呢？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总理就说，沙烏地阿拉伯可以成为巴印会谈的中立场所那希望能够用谈判来取代这些纷争。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一场巴印这个印度跟巴基斯坦的空战里这一架飞机歼十 C1大出风头。很多军武专家、很多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国防部相关人员都在研究。那刚好这一次他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兰卡威有一个航空展那中国大陆也派出了这架飞机来参展，那获得了东协、中东、南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关注。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巴西、阿联酋这些国家还对隐形战机，也就是歼35的外贸版 FC-31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那包括马来西亚的副总理，他去参观的时候说这款飞机非常的先进，所以外界就在想，马来西亚是不是有意采购这款战斗机？因为过去可能很多武器都是由美国来供应的嘛，跟美国买。而巴黎有航空展，那现在呢，法国他就很刻意再把它的标风放在歼十旁边就是2架仇机这个军武迷说是仇机来较劲。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在这一场印巴冲突空战里头，还有建功的是霹雳火。我说霹雳火就是它的这个空对空导弹叫中国霹雳15，因为它表现也很突出那非常成功的在100公里的超视距范围内锁定，而且击中的目标，展现出强大的技术优势跟作战能力，所以现在也引起了一些军贸市场的话题跟关注那也有人希望就是北约罕见的认证它是地狱使者，而且得到了一个正式的代号叫亚巴顿这个中文的意义叫做地狱使者。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是印太地区的一个这个中国大陆跟印度洋沿岸的伙伴国进行在空中、陆地还有海上的演习，包括印度洋这里这个已经扩展了。那从红海一直到马六甲海峡都部署了反潜作战能力的资源所以这是也在分析中国大陆的武力的布局。来请教赖老师。对莫迪来讲，真的是一个挫败了因为他原本就是有计划的、准备的，对于巴基斯坦进行攻击，他就借由他们所发生的那个悲剧，就是4月22号被杀了25个人的这个悲剧，他们是有计划的要去惩罚这个巴基斯坦，他们认为是巴基斯坦政府所做。即使巴基斯坦再怎么说，我们由联合国来调查嘛，我们都配合调查。那印度莫迪他不为所动。所以他认为
他这一次的战争一定会取得绝对的胜利，所以他是有备而来。战斗机的数量派的也比巴基斯坦多，陆军的各方面的都比巴基斯坦多，然后对巴基斯坦进行攻击，空对地的攻击事实上造成的学校清真寺被炸，接着就发生了空战1个多小时。这个空战那当然就是出乎意料了，也就是这个巴基斯坦完胜，印度是全败。那您刚刚提到的霹雳15，您想想看，法国的阵风战机绝对它的飞行员一定发现它被锁定，一定会采用各种逃脱的各种战斗技术，一定会打出各种泄光弹来作为引导，但是这一些全部都失效。不管是幻象战机，不管是阵风战机最先进的欧洲最先进的4.5代战机，不管是米格，不管是苏30，所有的做的所有的逃逸的这种方式，避开被导弹打到的方式，全部都失效。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一款导弹的作战效能非常的好啊！也就是说，北约他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导弹的功能太强了，因为它已经经过实弹的验证，说这是一款非常好的导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整个中国的战斗系统啊，这个还有这个我们看到的歼10C的战斗系统都是非常的优异，非常的稳定。那这样的情况当然就会引起了大家的高度的关注嘛。好，现在印度最麻烦的地方是在哪里？其实他们是在出口转内销，这个跟台湾很多的时候一样。台湾例如说想要去所谓的加入卫生组织的时候，你看就会花了一些钱，然后在这个日内瓦拍一些照片，然后就赶快传回国内，然后就结束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就可以去 happy 了，去 shopping， 去观光旅游啊等等，去这个日内瓦那边喝杯咖啡啊等等，愉愉快快再吃一点起司锅哈，那个愉快一下嘛。那但是他们的工作完成了，现在那个莫迪就是要搞这个出口转内销，所以派了他们的所谓的资深的国会议员到海外去做宣讲，宣讲说不是啦，联合国是错的啦，美国是错的，这个我们的战机没有被打下来啦，是巴基斯坦的战机被我们打下来了。中国的这个导弹系统不行了，防空系统不行，雷达不行了，他们的任务是在传达这个。可是有人会信吗？没有关系，那不在乎，拍下来重要。就是录影只录，就是我有去，他有到这个国家，然后有去宣讲，有宣讲，然后再拍下来，然后给国内的人看，送回去，说你看我们到海外宣讲去了，跟我们台湾一样啊，就是到日内瓦去拉个布条，好多外国人都声援我们哦。那是找一堆人演完了以后，就拍完送回国内，他们就可以开始度假了。我想这些国会议员也大概是做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我觉得自嗨就好嘛，那反正你开心就好。那有样学样，到底是我们学他们的，还是他们学我们？不是我们啊，是民进党他们啊。可怜的是，国内的这些民众根本就被蒙在鼓里，就是一直被骗。对呀，一直被骗。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舰长，怎么看这个水资源被截断之后，巴基斯坦的处境？其实啊，当初中国大陆要在雅鲁藏布江的上游建水坝的时候，这个印度很多意见。那其实那个在有关于喜马拉雅山区建水坝的，当初一开始抗议的国家很多啊，连湄公河流域的国家都抗议。可是现在大家发现，其实中国大陆并没有使用这样的一个水资源武器，真正用的就是抗议的印度啊。因为啊，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以为别人也都会跟你一样吗？那现在他这样威胁巴基斯坦啊，那但是呢？那个中国大陆立刻出手相救，不过啊，这个速度可能会缓不济急。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就是莫赫曼德水坝，那它其实它是在去年8月的时候，它才进行合拢之后，它这里盖了一个水电站，它让水先经过水电站，然后它这里合拢，然后继续往上浇筑水泥啊。那不过浇筑水泥啊，因为以前我曾经看过中国大陆在讲这一个喜马拉雅山区
的水坝，他讲说你不可以一次全部灌下去，你要有时序的。为什么？因为水泥它在凝固的过程当中会放热，那放热，如果你的分量放得太多的话，面积太广的话，未来会造成裂缝。那至于说啊，有关于现在大家都还在讨论的那个印巴冲突中间的，无论是歼10或者是霹雳15啊，那我必须讲啊，这个真是啊，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啊。也就是其实巴基斯坦它是体系化的建军，它从我们讲到说有关于它的预警机，一直到它的防空飞弹，一直到它的歼10，还有霹雳15，全部用的都是大陆的装备，所以它可以获知这样的战果。你只想买霹雳15，或你只想买歼10的话，你达不到这个战果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霹雳15，霹雳15它最重要的是有什么？它这是一个双向的数据链，也就是飞弹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它只要接收这个讯号，从这个尾端来接收地面的那个雷达站，或者是接收预警机给它的讯号。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是什么？这个是它的相位阵列的这个雷达，这个雷达跟以前我们所看到这种机械式的完全不同。那它可以创造最大的一个雷达孔径，然后去追瞄目标，所以才会像赖老师刚刚讲到的，你被锁定了，根本无处可逃。是，谢谢。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请教董哥怎么看印度？其实印度，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全世界那种武器的军事力量的排名美国苏俄国，然后中国，然后印度排第4嘛。他那时候他自己也很自负。那巴基斯坦排12，对，所以过去他们两个都有冲突，可是都有核武，都有一些节制。那印度这一次老脸挂不住，他认为巴基斯坦根本不是我对手，就是我太强了嘛，我那个基本的武器比你强太多了。可是他们忽略了，现在战争是打一个系统，是这个系统就是一个团队，就像我们现在苹果供应链，它下面要有个供应链，你多厉害也没有用。苹果手机如果没有台积电能干嘛？对不对？它也完全没有作用。所以就是现在的概念就这样。那印度不晓得巴基斯坦它现在已经从中国大陆拿到它整个系统，它有预警机有霹雳15那飞机其实它的等级等级大概跟 F-16也差不多而已。但是它整个系统配合起来的话，打的就是一个团队的团体战的话，印度就完全束手无策，他被锁定只能被锁定，就要打你就只能打你。他现在碰到情况这样，所以他们很吃惊，发现说怎么可以这样？他在双边在川普调停火第5天以后，就开始说我要用水断你的水来报复你。他们过去2个国家签过12次停火协定，是这停火协定就一直签也没用。那印度现在主要是老脸挂不住，所以就到处去做大宣导。这跟我们的民进党很像啊。